是已经死了吗？难道我重生了吗？你看来是老天有眼，给了我重活一世的机会。冤有头债有主，前世他们欠我的，是时候还了。大小姐，她死了！嘘，你的声音太大了，吵得我耳朵疼。大小姐，你怎么能杀人呢？要是让相爷知道了，你可就惨了。你那位相爷，怕是没有机会知道了。前世回京之后，你污蔑我跟外男有染，害得我在祠堂罚跪了多日。成婚的时候，还被侯府强行验尸，如此屈辱，便拿命来赔。哎，崔大小姐，殿下说不想见你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我受伤了。哪里受伤了？何人杀了你？说话！那个，属下想起来有人约我喝酒，我先走了。你一个未出阁的女子，抱着我成何体统？还不快松开！疼不疼？到底怎么回事？这不是我的血，伤害我的人被我杀了。什么意思？刚刚有个男人趁我昏迷的时候想玷污我就用你给我的匕首杀了他。崔家派来接我的丫鬟又同他是一伙的，也一并被我杀了。三哥，你觉得我这样残忍吗？不会，你做得很好。尸身在哪儿？在崔家老宅的院子里。我会帮你处理干净。可是这崔府派来的丫鬟如此对你，分明是想要加害于你。依我看，你还是不要回京了。但清远侯府和我有婚约。婚约毁了又如何？有我在，谁敢反对？毁了婚约，你会娶我吗？我肯定是要回京城。崔文洛，你先听我把话说完。我做了一个很长的梦，梦里我嫁给了李木泽，但他早就跟我的二妹崔馨儿暗通款曲，还给我加上了通奸的罪名，害死了我。我还知道我的母亲就是被崔馨儿母女害死的，我的灾星之名也是他们给我安上的，所以我要报仇。三哥，你会帮我吗？好。你就这么答应了？你不怕我是胡言乱语吗？你想杀谁都可以，但是别脏了自己的手。三哥，你跟我一起回京城吧。你的毒能解，虽然我还没有找到那个能解毒的神医是谁，但他就在京城。你怎么会？我怎么会知道你中毒？我还知道你不喜欢我，都是骗我的。
所以你休想摆脱我。谁说我喜欢你了？我只是把你当做妹妹罢了。哦，收拾好东西，明日一早我们便回京。你答应回京城了？我只是在南方住腻了，想要回京城待一段时间，并不是为了你。好，好，好，不是为了我，我在你的心里微不足道，行了吧？崔文洛，你简直是胡闹！三哥，回京之后，你是不是就要住在宫中或者王府了？都不是。那你住哪儿？殿下，到地方了。下车吧。这里就是你的府邸吗？可我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啊？崔大小姐，眼熟就对了，那儿就是崔府的隔壁。隔壁？三哥，在京城的时候，我们也是邻居吗？可我怎么听说这个宅子是个江南富商在京城置办的，常年空着无人住。崔大小姐，这是得知您要回京，殿下紧急为您置办的一套宅子。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看来三哥很想和我做邻居嘛。阿洛，我为你安排了个武艺高强的婢女，关键时刻，她可替我护你周全。奴婢锦绣，见过崔大小姐。太好了，我正愁府里没有信任的人可用呢。回到崔府，遇到任何麻烦，记得及时寻我。嗯，去吧。阿洛，万事小心。知道了。殿下，您明明深爱着崔大小姐，为何不告诉她呢？在我体内的毒没有解开之前，我是不会向她表明心意的。我不想她的余生被我拖累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来相府何事？大小姐驾到，还不速速开门迎接？大小姐，稍等，小的这就去禀报。娘，你派出去的人能得手吗？不管他得不得手，只要有翠儿在，我都会让他名声尽毁。说的是。走吧。大小姐到。见过祖母，见过父亲。奴婢见过老夫人，见过崔相。崔文洛，我娘她也是你的长辈，你怎么不给她问安？父亲，我是相府的嫡长女，需要给府里的姨娘问安吗？从前好像没有这个规矩啊。你说谁是姨娘呢？我娘她是正头夫人。阿洛，你母亲过世之后，府里需要新的主母操持事务，我便扶了柳氏做正妻。往后你要叫她一声母亲。哦，原来是被扶正了呀！那真是恭喜柳姨娘，不，柳夫人了。星儿，莫要任性。你姐姐既然回府了，日后你们姐妹必定同气连枝。是啊，星儿，听话，日后
要跟你姐姐好好相处。阿洛，你身边这个婢女看似衍生啊。哦，她叫锦绣，是南方老宅里一直伺候我的丫鬟。哦，那翠儿呢？她不是去接你去了吗？怎么没看到她人影呢？她呀，说是跟马夫两情相悦，两人私奔了。不可能，翠儿怎么可能会与人私奔啊？哈，定是你对她做了什么。不是私奔，两个大活人怎么可能凭空消失啊？父亲啊，我与翠儿无冤无仇的，怎么可能会害她？也不知道她是谁的丫鬟，这么没规矩，如此辱没相府的门楣。翠儿原先在我跟前伺候，我看她机灵懂事，这才派她去接阿洛，没想到竟会出这样的事情，我自省。好了，一个丫鬟跑就跑了，不足挂齿。阿洛，你舟车劳顿也辛苦了，先回房休息吧。是，女儿告退。崔有乐那个贱人一定是故意的，翠儿肯定是被他给害死了。是我小瞧他了，原以为他在南方多年不谙世事，只要翠儿说他与外男苟且，怎么着都能扒他一层皮。没想到他居然釜底抽薪，直接让翠儿给消失了。这翠儿可是您一手培养起来的亲信，这笔账不能就这么算了，我们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的。他的容貌和他母亲当年相比更是美貌，李慕泽见了他，未免不会心动。娘，我以后是一定要嫁给慕泽哥哥的，你要帮我想想办法呀，娘。急什么？如今他都已经回府了，你还怕没有机会对他下手？只要找个人偷走他的贴身衣物，随便塞到哪个男人的手里，那他和男人苟且的事不就百口莫辩了？还是娘你有办法。小姐，方才奴婢从外面进来，察觉到有人鬼鬼祟祟的，不知要干什么。我才刚回府，他们就坐不住了。既如此，我就陪他们唱一出大戏。锦绣，我许久没有回家，对府里的各处都不太熟悉，你陪我到处走走吧。是，小姐。大小姐，你来我房里做什么？奴婢来替您打扫房间。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？没什么。小姐，您看，原来打的是这个主意。不是，府里遭了贼人，可不是小事。锦绣，将此事传扬出去，务必让所有人都知道。是，小姐，饶了奴婢吧。何事闹得沸沸扬扬，上上下下都在议论。姐姐怎么一回来就闹得家宅不宁啊？难怪大家都说你是灾星，克死了自己的生母。星儿，不得胡言。我又没说错。阿洛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祖母，这家奴在我房内闲妾，人赃并获，被我抓到了。依相府的规矩，必须严惩。柳氏，
我记得这个是你的丫鬟吧？回母亲，是的。阿洛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清河他怎么可能会偷你的东西呢？我是看你刚回府，怕你东西不够，特意派他去关心你一下的。锦绣，我家小姐的玉镯子都戴在她手上，这就是夫人所说的关心吗？夫人，奴婢是冤枉的，是大小姐故意栽赃。身为家奴，不仅偷盗，还敢攀咬主子，我看啊，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锦绣，将他的手指一根一根都掰断，什么时候肯说实话，什么时候再停下。是。房中拿毒刀的，奴婢只是奉命行事啊。柳夫人，是这样吗？你这贱婢，你胡言乱语什么呢？我怎么会无缘无故的让你去阿洛的房间偷拿他的私物呢？母亲，老爷，这丫鬟偷手镯，证据确凿，理应处死，给阿洛赔罪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拖出去！杀他，何必这么麻烦？不要！柳夫人，她既然是你的丫鬟，就辛苦你替她收尸了。往后还请柳夫人严加看管你的手下，否则这一会儿与人偷情，一会儿又偷鸡摸狗的，这不仅有损相府的颜面，更会让他人质疑你没有管家的能力。多谢阿洛提醒，日后我定会严加管教的。有劳父亲跟祖母跑一趟了，时辰不早，我该休息了。明日再给二位请安。再过不久，阿洛就该跟清远侯府议亲了，都消停点吧！哼！母亲，他竟敢当众行凶！他就是故意的。如此一来，就震慑了府里的下人，告诉他们，若是以后谁再敢针对他，清河就是他们的下场。以后我想再找人行事就难了。好歹毒的心机！以前是我太轻敌了，以后想要对付我，就得更小心些。小姐，那对母女2次在你手上吃瘪，短时间内应该不会有胆子来找您麻烦了。他们想停，也要问问我同不同意。接下来，该我主动出击。锦绣，你帮我去找三哥来，就说我有事情找他帮忙。谁？三哥？找我何事啊？三哥，你何时来的？刚来。说吧，你要做什么？当初他们把我母亲的死归咎到我的头上，说我是灾星附体害死了她，而实则害死我母亲的另有其人。三哥，你可以帮我找个道长来崔府做法吗？你这是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没错，被掩盖的真相，是时候该重见天日了。祖母、父亲，母亲的忌日快到了，我想请一位道长来府上为母亲做法，还望你们应允。你母亲都过世多年了，何必再折腾这些事？父亲此言差矣，祖父也走了10余年，您不也经常去祭拜他吗？可见孝道不分早晚，而是咱们崔家一脉相承的家风。况且您发妻离世后这么久，您还愿意为他做法事，世人也会赞颂您有情有义，不忘本心呢。好吧，
那便依你。老爷，阿洛对京城不熟悉，这请道士的事就由妾身来安排吧。妾身一定会请最有经验的道长前来为仙夫人做法。也好，不必了。父亲，女儿已经同天华观的徐道长说好，由他来主持法事，就不劳烦旁人费心。天华观徐道长，可是经常进宫、深受太后娘娘信任的那个徐道长？没错，正是他。徐道长德高望重，可不是一般人家能够请得动的。哪怕你父亲官居丞相，也未必有这个体面。阿洛，你是如何请到他的？我有一个朋友，和徐道长相熟。你一个多年不在京城的人，怎么可能会认识这么厉害的朋友？夏虫不可语冰，你什么意思？说你蠢的意思。你好了，为了一点小事，值得吵吗？既然阿洛已经请动了徐道长，那便由他来做法事吧。法事当日，为父也会休沐在家，免得失了礼数。那就劳烦父亲。母亲，那崔永乐居然敢当众羞辱我，真是一点规矩都没有。母亲，他为何突然要请道士回来做法呢？还能是为什么？想吸引人的注意呗，想借着他那个死鬼娘，让父亲和祖母更加怜惜他。当年他是顶着灾星的名头被送回去，好不容易回来，更应该把陈年旧事压下去，绝口不提才是。那就是他蠢呗，那他还好意思说我？殊不知这么一来，只会让祖母和父亲更加厌恶。我派出去的2个心腹都折在他手里，一个血溅当场，一个下落不明。你还真的觉得他蠢吗？那娘，您的意思是？但愿是我多心了。哎呀，徐观主来了，快请进。小女未跟家中商量，就擅自将您请到府上来，叨扰到您了。崔相大人客气了，能为崔家仙夫人做法，乃是贫道的荣幸。况且崔大小姐一片孝心，令人动容，贫道是乐意至极呀。都说徐道长脾气古怪，目中无人，怎么今日这么随和？徐道长，家母生前的住处就在这南边的院子里，请随我来。请。道长，这是家母的牌位，一直供奉在此处。那贫道先给仙夫人上一炷香，将做法之事告知于她。道长请。不好，香断了。道长，这发生何事了？香火尽断，乃是大凶之兆，说明这屋子里怨气不散，仙夫人魂魄难安呐。我知道了，一定是他。崔文洛，当初你克死了自己的母亲，他一定恨死你。如今你回来，他才会怨恨难消，纠缠不休。老爷，如果真是如此，那不如……哎，崔二小姐此言差矣。仙夫人的残魂多年不散，和崔大小姐没有关系，而是有人用邪物镇住了她的亡魂，让她无法安息。您说什么？邪物？那这邪物在何处？母亲，
道长，这棵树是有什么问题吗？罗盘指向此处，我怀疑树下必有隐情。来人，拿铲子来，把这挖开。是。这是。这是人骨。这院子今年无人居住，家宅之内怎么会有这么多人骨？住在隔壁果然不一样。三哥如今来崔府，如入无人之境。这些骨头都是从哪里找来的？本王心狠手辣，谁招惹我不仅要杀了他，还要将他扒皮抽骨。所以，你要是害怕的话，就离我远一点。是因是果，是劫是缘，是宿命纠缠，前尘如幻，此生不堪，不该一。你放肆！你还是这么可爱。我知道你不会滥杀无辜的，这些人骨定是十恶不赦之人的。明日我便让柳氏自食恶果。人骨？这上面的生辰八字不知是何人的。这上面的生辰八字是我母亲的，会被记在这根骨头上。这是锁魂阵，这些人骨的主人生前多半是屠夫武将，手染鲜血，命中带煞。如今跟仙夫人的生辰八字关联，会困住她的亡魂，令其不能投胎转世。究竟是谁用这样恶毒的计策，要困住我的母亲，就连她死后都不肯放过。母亲，这些骨头不会是您放的吧？听他瞎说，我压根不知情。父亲，请您为母亲做主，定是有人对母亲痛下杀手，害死了她，否则也不会因为当年小小的风寒病故。偏偏作恶之人，还将这一切都归咎到我的头上，说我是灾星，妄图混淆视听。哼！阿洛，灾星一事是天华观的另一位道长亲口告知我们。天华观的道长法力高深，我们自当听信。说崔大小姐是灾星的是哪位道长？这就记不太清楚了。我记得，他姓邱。天华观只有过一位邱道长，几年前他滥用邪术出了人命，被我知晓后将他逐出道观。此人经术不正，还望崔相国和夫人莫要轻信此人。邪术？那会不会这锁魂阵就是拜他所赐？不是没有可能。柳夫人，没记错的话，这位邱道长就是您请到府上的吧？崔文洛，你胡说什么？休想污蔑我母亲！老爷，妾身冤枉啊！妾身一直尊敬仙夫人，您是知道的。道长，这锁魂阵可有办法化解？而今锁魂阵已破，但仙夫人残魂不散，怨气弥留，只能设法安抚，否则于崔家家宅不利。轻则霉运不断，重则家破人亡。那如何安抚？若能找到始作俑者，令其在仙夫人牌位前跪满749天，日日忏悔，或许能使亡魂消散。始作俑者？道长，可有那位姓邱的道士的下落？哎呀，自从他离开天华观后，就下落不明了。哟，
那还真是可惜了。若非当初柳夫人引狼入室，也不会给崔家招致这样的祸患。这件事也难辞其咎啊。父亲，崔文洛与这徐道长相识，谁知道他们是不是串通好，故意给母亲泼脏水的？你万万不能听信他们的一面之词啊！当初那位邱道长声称我是灾星，崔家因此将我送去南方多年，怎么无人怀疑那也是他的一面之词？你，徐道长道高德上，太后都对他十分信重，你如此抹黑，还有规矩吗？况且这院子长期无人居住，却挖出这么多的白骨，证据确凿，还能有假？你灵儿，不得对道长无礼。阿洛，我知道你心里埋怨我们，当初你母亲病故，老夫人又跟着生病了，我们也是没办法。昔日女儿为了不给家中惹祸，独自在南方居住多年，女儿无怨无悔。但今日方知，责任不在我，作恶的另有其人。如果放任下去，怨气不散，崔家不得善终啊。那依你所见，该当如何？此事因柳夫人而起，有因才有果，不如让柳夫人代替姓邱的道士，在我母亲牌位前跪足七七49日，以此赎罪吧。阿洛，我好歹是你的长辈，你怎么能这么歹毒啊？我这么提议都是为了崔家好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啊。父亲，我不是灾星，我没有害死母亲，请您相信我，不要让我走。阿洛，听话，你是崔家的大小姐，不能只想着自己，不顾崔家其他人。既然道长已经说了，自有他的道理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啊。父亲，父亲，你不要让我走，父亲，不要，父亲，你不要让我走，父亲，不要让我走，父亲。柳夫人，你如今已经是正妻了，应该不会只顾着自己，不为着崔家的满门兴衰吧？不是故意的，他是为了找我报仇。那既然道长也说了，这是化解怨气的办法，就这么办吧。刘氏，你先准备一下，从明日起往后49天就来这里。老爷，妾身还要操持家务，若耽误了这么久，那府上上下不就乱套了吗？不如这样，之前是妾身身边的刘妈妈向妾身推荐的邱道长，这49日不如让刘妈妈代替祭拜，您看如何？也不是不行，只是奇怪，这院子里连一丝风都没有，铃铛为何会响个不停？莫不是母亲在回应着什么？这铃铛怎么突然响了？难道真是何时的亡魂尚在？道长，可否请您解惑？以贫道之见，是怨气撞向了铃铛，恐怕是崔相和夫人相伤的结果，令先夫人不满吧。柳夫人，看来您身边的这位刘妈妈似乎难以平息怨气，还得您亲自来才行。父亲，您说呢？阿洛说的对，此事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刘氏，你就不要找人代替了。是，此事虽错不在妾身，但为了家宅平安，妾身愿意承担一切。柳夫人到了母亲的牌位前，可千万不要再说这些推脱责任的话了，切记心诚则灵。至于这府中的事务，父亲，女儿不是回来了吗？往后若要嫁人，也是要做当家主母的。柳夫人不便之时，女儿可代替掌家，也当提前积攒经验了。有你祖母坐镇，这府中事务定不会错乱了，岂用得着你一个孩子操心？崔少官至丞相，聪慧绝伦，岂会猜不到当年母亲的死和我被送走的事都与柳氏有关？可他却如此提防我，分明是要维护柳氏。
徐道长，今日之事做得不错，这是给你的赏赐。殿下客气了。昔日天华观弟子无德，害得崔大小姐在外流落多年。今日贫道所为，只不过是拨乱反正，怎敢领赏邀功啊？收下吧。本王知道徐道长是一个正直良善之人，帮着本王编排故事，属实是难为你。那就多谢殿下了。啊，殿下，你去哪儿？我去看看。母亲，让柳氏给您跪满49日赔罪，只是一个开始。血债，当以血来偿。谁？锦绣在门外守着，除了我，还有谁能进来？三哥，你是皇子，怎能跪我母亲？你快点起来！作为晚辈，第一次见你母亲，跪她无妨。女婿跪岳母，倒是无妨。我只是把你当做妹妹可并不想娶你。是，殿下只当我是妹妹，是我自作多情，对殿下求之不得，辗转难寐。母亲在天之灵，求母亲保佑我，早日捂热殿下这颗冷硬如石的心，祝我和他早日修成正果。不准胡说！崔夫人，是我心悦阿洛，不敢表露心意。我身中剧毒，生死难料，还请您庇佑他平安顺遂，觅得良缘。我回京的消息，清远侯府一定知道，过不了多久，他们就该来提亲了。你可有对策？需要我帮忙吗？我也有对策，且需要你的帮忙。每年立春，皇家别院便会开设春日宴，年轻的高门子弟都会相聚到此，饮酒作诗，闲聊赏花。倒是有所耳闻。你是要去吗？我收到了请帖，李木泽跟崔馨儿也会去。那你需要我做什么？好，放心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好久不见，这酒真不错。是啊，你的气色还是一如既往的好。好美的女子。哇，好美的女子啊！那位姑娘是谁？看着有些眼生。不知道，她是跟崔馨儿一起来的，莫非就是崔相国府中那位刚回京城的长女崔文洛？哦，她就是崔文洛，没想到多年未见，她出落得这么美。李兄，这位想必是你的未婚妻吧？好福气啊，真是羡煞旁人呐！妹妹，你是在看我的未婚夫吗？
他可是你的姐夫，你如此眼巴巴地看着他，叫外人看了去，还以为你们二人有私情呢。你胡说什么呢？我什么时候胡说了？清远侯府世子跟我早已有婚约，他可不是你能觊觎的，更不会喜欢你，他只会在意我这个未婚妻。你如此不得体地盯着他看，僭越！你算什么东西？他才不会喜欢你呢！发生何事了？不知道啊，看着像姐妹相争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是画呢。世子，你的东西掉了。世子爷，抱歉，刚才不慎撞到你了。这是从您身上掉下来的东西，还请拿好。哎呦，这画上是谁呀？世子爷，这画上的女子是您的未婚妻吧？听闻崔大小姐回京了，想来两家的婚约也是提上日程。提前恭喜世子爷哈！哎，不对呀，这画像上的不是崔大小姐，而是崔二小姐。世子爷怎会随身携带崔二小姐的画卷？真的呀，这是换人了。这不是我的画像，我亲眼看到从您的袖中掉出来的，这还能有假吗？我并不知情。这画像上的确是我二妹，看来世子心中心悦之人是我二妹，并非我这个未婚妻。崔大小姐，我并未移情别恋，这画至于从何而来，我也毫不知情。你不必解释了，难怪刚刚妹妹一直警告我，让我认清自己的位置，说我在你心里什么都算不上，她才是你的心中所。我何时说过？崔文洛，你血口喷人！你刚才那么呵斥我，大家不都听到了吗？我是听到了，崔希儿对崔大小姐说，她算是个什么东西这样的话。她这是趁崔大小姐不在京中，抢走了姐夫。如此看来，崔大小姐真是可怜。我并非抢人所难之人，既然你们二人心意相通，互相爱慕，我便退出，成全你们。今日，我想请在场的诸位做个见证，我崔文洛和清远侯府世子的婚约就此作罢。往后，世子若要跟我二妹重新定亲，我定当同意，绝不阻拦。崔大小姐也太大度了，被未婚夫和妹妹这样对待，还能如此慷慨大度？哎，可不是嘛！我不同意。你我的婚约是你母亲生前定下的，父母之命，岂能说废就废呀？我母亲如今已经病故，现在是由二妹的生母柳姨娘扶正掌家。柳姨娘跟二妹多次在家中称道世子，贤德高雅，堪为良配。想来你二人的婚事，她是没有什么意见的。什么柳姨娘？我娘那是正头夫人。崔文洛，请你注意你的言辞。哦，是我久未归家，一时没改过来。我还是很感念柳夫人的。昨日天华观的道长去崔家替仙母做法，他说我母亲遭人迫害，亡魂不散，需有人在她的碑前跪上749日才能化解。柳夫人高义为了崔家兴盛，愿意做忏悔之人，她的付出我敏感五内。原来仙夫人不是病故，是被人害死的。柳氏哪里是主动忏悔，分明是害怕亡魂索命，下得去赎罪了。这母女俩没一个好东西。他倒是一点亏都不肯吃。好你个崔文洛，你少污蔑我娘了！待会儿回府里，我去告诉祖母跟父亲，让他们扒你的皮。妹妹，姐姐是说错什么了吗？柳夫人现在就在我母亲的秋兰院跪着，我若造谣，天打五雷轰。二小姐怎么走了？气势带坏了。崔大小姐，世子还有何事？
我不同意解除婚姻。至于您刚才说的事情，崔相大人定明察秋毫，证明我清白。何人吵闹不休？你是何人？放肆！陈王殿下在此，不得无礼。是在下的眼拙，一时没有认出陈王殿下，还请恕罪。见过陈王殿下。自然礼吧。本王方才在亭子里都听到，到底是何事？三殿下，是我撞破清远侯世子和我二妹的私情，想成人之美，可世子似乎不情愿。我们正在相商，已有婚约，却与未婚妻的妹妹暧昧纠缠，此等行径非君子可为。这婚约该退。殿下，不必说。崔相明镜高悬，也不会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女儿掉进火坑。况且本王今日路见不平，便替崔大小姐了了这桩婚事。日后若是清远侯府再纠缠不休，便是不将本王放在眼里。多谢殿下仗义直言。本王还有事，你们自便。幸好我今日替他解除了婚约，不然我这副身体不知能撑到何时。魏娜，你说，日后他若是遇人不淑，谁能替我护着他？你怎么来了？你这是做什么？若是被人瞧见了，女孩子的清誉还要不要？若是被人瞧见，我就大肆宣扬出去，说我跟三殿下情比金坚，情难自扣。三殿下说了，非我不娶。不喜欢你，反正不是男人对女人的喜欢。我的话是不是太伤他的心了？兄长对妹妹的喜欢胜于男女之间肤浅的感情，这一点你理当知晓。三哥，你一定能解毒，早日恢复健康。无论多难，我都会陪着你。老爷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孽障，给我跪下！这是发生了何事啊？何事？妹妹说你在春日宴上当众悔婚，还诋毁柳氏，让人以为是她害了你母亲。在你眼里，还有我，还有崔家吗？老爷，如今外面谣言四起，妾身不想活了。阿洛，我到底哪儿得罪你了？自打你回府之后，就处处针对我，现在还要坏我和你妹妹的名声。我还以为柳姨娘会感激我呢。二妹和世子早有私情，我当众退婚，才好换二妹嫁过去。这婚约不能换人。祖母，这是为何？传出去，外人会非议我们崔家苛待长女，家风不正。你父亲在朝为官，最是需要文人清流的支持，不可失了风骨和名声。阿洛，你照常嫁进侯府，对外就说那画像的事是有人为了离间两家关系故意为之，于崔家与侯府都有交代。
于崔家、于侯府都有交代，唯独对我没有交代。祖母就没想过，孙女嫁过去，皇后会不幸吗？阿洛，大局当前，不是你耍小性子的时候。那恐怕晚了。成王殿下已经帮我退婚了。你说什么？陈王，此事怎会牵扯到陈王？陈王殿下知晓了二妹和世子的私情，便当众斩断了这段孽缘。他还说，父亲您明镜高悬，定不会将我这亲生女儿推进火坑。祖母是老糊涂了，可父亲您最明事理啊，怎会不替女儿考虑呢？既然陈王殿下都认定这是一桩孽缘，想来此事错在心儿和世子。父亲，你可愿嫁给李慕泽？我心儿此前对世子无意，但这么一闹，往后她清白受损，日后再谈婚论嫁也难了。不如让心儿嫁到清远侯府去吧。女儿听父亲和母亲的。那就这么办吧。母亲，我就说崔文洛是个蠢货吧，居然将这么好的婚事推给我。他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？连我都搞不懂。难道真的是我高估他了？他竟为了一时的义气，就舍弃了嫁进侯府的机会。未了婚的女子呢，定会遭人嫌弃，往后她就只能嫁给商贾小吏，而我会轻而易举的将她踩在脚下。你梦见李慕泽和你妹妹前世害了你，为何还要撮合他们在一块儿？不是我，也会是其他的女子。与其让一些无辜的女子遭受他们的迫害，不如让他们相互祸害。说得对。况且，崔心儿真的以为清远侯府是那么好进的吗？他那个侯夫人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。平日里你惦记崔心儿，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春日宴是什么场合？你竟把她的画像随身携带，闹得人尽皆知。现在好了，婚约作废了。娘，我跟你讲过无数遍，那个画像我真不知道从哪来的。我跟崔文洛解释过，他不听啊，甚至还惊动了陈王。除了你，还能有谁啊？你什么德行，我还不清楚。不就是退婚吗？我给崔文洛机会了，可他不听，他不接受，那我就娶他妹妹。到时候他无人问津，自会后悔。你懂什么？崔文洛生母出自建江何氏，何氏出过3代帝师，5朝宰相。崔文洛生母那一辈就这么一个嫡女，若非她当年嫁给崔少，就是连皇后都当得。娘，崔文洛他外祖父这么厉害啊？我还听说何氏在临死之前给他的女儿准备了极为丰厚的嫁妆，这嫁妆不在崔公家中，由崔文洛亲自保管，娶了崔文洛就等于娶了整个何家。那嫁妆的事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。何家在建江虽是望族，但祖上的官员一个比一个的清廉。建江毗邻西境要塞，常有战事，一旦战起，朝廷拨冗的物资耽误数月，战士们等不起，外祖父便变卖了私产，第一时间送往前线。我出生后不久，京城瘟疫，药价高昂，母亲拿出了几乎所有的家宠，瞒着崔家去置办药材，再由人分发给了京城穷苦的百姓。兼善天下是何府的家风，而他留给我的，实则只有一世藏书。原来如此。可外人不这么认为。在梦里，我跟李慕泽成亲之后，
他跟他的母亲一再逼问我嫁妆的下落，我说没有，他们不信，就肆意鞭打、虐待我，逼我交出钱财。他们怎么敢？放心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们。不过，这徒有虚名的嫁妆倒是帮了我，痛失一笔横财，侯府又怎会轻易的让崔馨儿过门？侯夫人，今日请您来是想商讨一下小辈们的亲事。不久前，世子当众掉落了馨儿的画像，阿洛的气性大，便提了退婚。陈王殿下还将此事板上钉钉了。如今世子与阿洛的婚约是不成了，不如换成馨儿嫁给你，那也算是一段佳话。以我之见，这件事情还是算了吧。求娶姐姐不成，改娶妹妹，是会招外人笑话的。但世子的心中应该是祭奠馨儿的，两个孩子两情相悦，我们做母亲的应该成全才是。柳夫人，不是我不通情达理，只是这婚约是先与先夫人定下的，先夫人还承诺过会给女儿准备一大笔嫁妆，如今换了人，这嫁妆……母亲从未承诺过嫁妆的事，侯夫人这是故意给柳氏施压了。馨儿也是崔家嫡女，她的嫁妆和长姐相比，自然是不会少的，这一点侯夫人大可放心。是吗？那柳夫人是打算给女儿准备多少嫁妆？侯夫人以为呢？至少5000两。什么？侯夫人，5000两，未免也太多了吧？怎么会呢？若先夫人在世，以建江何家的财力，别说是5000两白银，便是5000两黄金，也是拿得出来的。柳夫人，你要是觉得多，那这婚事就此作罢吧。侯夫人就不怕世子埋怨你拆散她跟馨儿吗？我儿一向孝顺，断不会因为哪个女子就怪罪我这个母亲。我侯府在京中多的是人想要攀附，我李家世代袭爵，可不像那种根基清浅、只有一人在朝为官的门第。上次春日宴，外人早就认定馨儿和世子有私情，若她不嫁李家，再享高价，难如登天。若是我崔家能凑出5000两给女儿做嫁妆，侯夫人就答应这桩婚事了。那是自然，我侯府见到崔家的诚意，岂有不答应之理？好，一言为定。鱼儿咬钩了。娘，5000两银子呢，咱们拿得出来吗？拿不出也得拿。要是嫁不进侯府，你这辈子名声就全毁了。外人会说你勾引姐姐的未婚夫，被人亵玩却高攀不上，偷鸡不成蚀把米。那可不行啊！娘，你一定要帮帮我。都怪何氏，当初给侯府夸下海口，养大了侯夫人的胃口。那崔文洛的死鬼娘没留下点什么吗？何氏嫁到崔家时，嫁妆的确颇丰，当时人人都说是你父亲高攀了她，可是没过几年，那些嫁妆就都不见了。他对外人说，他把他们安排好了，以后会留给崔文洛。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谁都不知道那些财物的下落。这对母女可真是刁钻，什么好东西都藏着掖着，不然我们还能找机会占为己有。待会儿你跟我去库房里找找能变卖高价的东西。目前能凑足5000两才是最重要的事。好。二位，掌柜的，你帮我看一下这些东西能值多少钱？好。这把折扇是前朝的，能值50两。
这玉佩呢？这是一块羊齿玉，但质地一般，能值30两。那你再帮我看看这匣子的珠宝呢？这些珠宝加起来能给个100两，全部加起来一共是180两。娘，我们翻箱倒柜找这老半天，好不容易找出来这些东西，竟然还不足200两。这样下去，我们能不能凑够那5000两啊？二位这是在筹钱吧？在下如果没看错，二位应该是崔府的女眷吧？是又如何？若是你们着急筹钱，在下倒是有一个提议，就是不知崔家愿不愿意割爱了？什么意思？听闻崔府有一幅松柏贺寿图，上面还有御笔题字，坊间有不少达官贵族都想要买这幅画的真迹。那可是御赐之物，岂可随意摆卖？夫人有所不知，御赐之物在民间流通的不在少数，越是稀缺难得，越是有人愿意一掷千金呐。那幅松柏贺寿图，如果拿出来卖的话，能卖到什么价钱？约莫能卖5000两。娘，如果那幅图能拿出来卖，我们是不是就能……只是要让宫里知道，可能会遭杀身之祸。陛下日理万机，怎么会知道这些小事？再说了，这买方他也不敢大张旗鼓呀，只不过是为了私自收藏，品鉴自留，传给后人。待100年之后，那会有谁知道这字画传给哪家呀？是啊，娘。容我再想想，我考虑几日再答复你。好，小的在此恭候。殿下，崔姑娘，那位夫人好像动心了。做得不错，待到事成之后，本王必有重赏。能为殿下做事，是小人的荣幸。退下吧。是。阿洛，你此前生长在南方，既然知道这对母女经常来这间当铺进行典当，你这本领可当真不小。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那你猜猜，你的这位继母和你的妹妹会不会铤而走险，典当御赐者？我猜他们一定。娘，你还犹豫什么呀？你没听见那掌柜说了吗？这幅画能卖5000两，有了这银子，我就能如愿嫁给穆泽哥哥了。那幅画是皇上御赐给你祖母的贺寿图，上边有皇上的亲笔题字，要是被人知晓了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那幅画都放在库房多久了，从来都没有人在意过。而且那掌柜也说了呀，这买家买了画，定会守口如瓶，不会声张出去的。这些银子跟白送给我们有什么区别啊？一直以来都是我执掌内务，要是被你祖母发现了，她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嗨，我们之前不是也卖过祖母的嫁妆吗？她从未发现，这一次她照样发现不了的。娘，你要是实在担心的话，不如我们找人临摹一幅一模一样的。祖母她又不通字画，发现不了什么异样来。你这个主意倒是不错，星儿有长进了。殿下，崔大小姐，
刚才柳氏鬼鬼祟祟拿了东西出去了，属下一路跟随，发现他进了一间极为隐蔽的字画铺。隐蔽的字画铺？莫非他是想找人画一幅假的？您猜的没错，属下跳上屋顶，把瓦片揭开来偷听。柳氏让那个店铺画的原图一模一样，印章也要一样，让人一眼看不出真假。他倒也不算太蠢，还知道用一副假的来蒙混过关。老夫人就算想看，也未必能看出不一样。连御赐之物都敢做假，还是嫌命太长了。而后他就拿着画找掌柜。起先他还想拿那个画去诓骗掌柜，亏他想得出来。掌柜做这行几十年了，如果连真迹跟赝品都分不出来，那可真是白混。可不是吗？掌柜当即就说这幅画是假的，让柳氏拿回去。柳氏急了，这才说是自己一时粗心拿错了，就把真的拿了出来，给当了。银子给他了，可留下明面的票据。本来是留了的，但是柳氏心虚，特意叮嘱掌柜不要留存票据。没有票据，没有记载，他就等着以后吃哑巴亏吧。三哥，这5000两算你借我的，以后我会让他们连本带息的还回来，全部给你。放心吧，这幅画我已经找到一个大冤种买单了。大冤种？三哥，这真是父皇几年前遗落在民间的那幅画吗？可我记得他说过，那画上画的是白鹤祥云，可这幅是松柏图啊。六弟，你看这印章，是不是父皇的印章？倒是没错，的确是父皇的私印。你再看上面的字迹，是不是父皇的真迹？这倒是没问题。六弟，听闻你前几日在怡红楼喝醉了，抱着酒壶在楼梯上痛哭，被不少人瞧见了。言官一致弹劾你放荡形骸，父皇痛斥了你，让你反省，可有此事？真是好事不出门，坏事行千里。父皇寿辰在即，你若将这幅画买回去献给父皇，就说是父皇遗失在外的墨宝被你找到了，父皇一开心，便不会再斥责你了。哎，四哥，这招真有用吗？当然了，我可是你三哥呀，我会骗你吗？好，我相信你。那这幅画你卖给我呗，多少银子？卖给你6000两。这么贵？我这是看在你是我弟弟的份上，我才贱卖给你的。我可是花了8000两买回来的。你想啊，你若将这幅画献给皇上，那皇上随手赏赐你一件宝贝，那可都是价值连城啊。有道理。三哥，还是你对我最好了。你8000两买的，只卖我6000两。你是我一辈子的好哥哥。好弟弟。皇上，六皇子求见。他还有脸来？之前他在怡红楼丑态百出，连带着朕都脸上无光，让他滚！朕不想见他。皇上，六皇子说他在外花重金寻到了您遗落在外的那幅墨宝，今日特意带着墨宝来向您赔罪的。难道是朕最喜欢的那幅白鹤图？多半是了。请他进来。是。宣六皇子觐见。儿臣参见父皇。起来。再过不久就是父皇您的寿辰，儿臣知道您先前丢过心爱的墨宝，心中惋惜，儿臣便派人走遍大江南北，用心找寻。皇天不负有心人，终于让儿臣找到了。画呢？拿来给朕看看。这幅画你从何而来？是儿臣斥重金买来的。花了多少银子？这说6000两。6000两？朕真没想到，朕的这幅画竟值这么多银两。这可是御笔亲作，普天之下能有资格拥有的人寥寥无几，就算是万金，那也是值得的。好，
把话收下吧，你先退下吧。那父皇对儿臣的这份寿礼可还满意？依朕看呢，你的俸禄还是太多了。传令下去，即日起六皇子的俸禄减半，而且无事不得随意出府。父皇，为什么父皇？儿臣哪里做错了？下去。六皇子殿下，请吧。你还记得这幅画的出处吗？奴才还记得，这幅画是当年崔老夫人60大寿时，崔相替她求封诰命，您感念崔相辛苦，特意亲笔御题赐给崔老夫人，当作生辰礼物的。对，没错。宣崔少入宫，朕倒要看看他如何解释。是。曹夫人，请坐。心儿的嫁妆我都已经准备好了，这婚期是不是该尽早定下？前几日您还觉得不妥，这么快就有好消息了？柳夫人，该不会是戏耍我吧？崔相不愧为百官之首，崔家家大业大，财力果然雄厚。我为老爷生了3个孩子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心儿的2个弟弟平日里都在书院读书，她是我唯一的女儿，我自然是要她嫁得风风光光的。柳夫人放心，崔二小姐与我儿郎才女貌，般配得很。我这就去找媒婆，尽早上门下聘提亲，确定良辰吉日，好让2人尽早完婚。如此甚好。竟敢对我如此无礼！夫人，这样看来，还是崔家2小姐更懂规矩些。可不是嘛，我侯家这种高枝，可不是谁都能攀得上的。如今她退婚，后悔的日子还在后头。走。大小姐，殿下让人来告知你，皇上已经召见崔相入宫，想来今晚崔家要热闹了。宣丞相大人觐见。老臣崔少拜见皇上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不知皇上召见老臣，所谓何事？崔相，可还记得当初你母亲过60大寿，朕亲自作画赐给她的那幅松柏鹤树？臣当然记得，皇上亲赐御笔，臣3生有幸。那幅画乃是我崔家镇宅之宝。哦，那幅画还在你家中吗？啊，自是在的。明天把那幅画找来，朕要看看。啊，是。奇怪，那幅画皇上都已经赐给崔家许久了，他怎么突然要看？莫不是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的事？臣告退。父亲，您回来了。你回来的正好。今日清远侯夫人过府，跟柳氏已经商谈好亲事了。再过不久，侯府就会衔枚下聘，敲定婚期，这可是大喜事啊！恭喜2妹喜得良缘了。还要多谢姐姐的推波助澜。等我成了世子妃，姐姐若是遇到困难，我这个做妹妹的定会帮衬1、2。你们姐妹和睦，这才是正道。
成亲的事稍后再说。母亲，当初您被册封诰命，皇上赐给您的那幅松柏贺寿图，不知您安放在何处了？怎么毛毛躁躁的？行了，放那儿别动，我让下人来收拾。是。柳氏，当初皇上御赐给我的贺寿图，一直放在库房里收着吗？啊，对，一直收着呢。老爷，今日为何突然问起那幅画了？待会儿啊，去把它找出来，我有用。切记，检查仔细了，万不能有任何破损脏物，不能有任何差池。是。娘，这幅图都放了多少年无人问津了，怎么现在父亲突然又想着拿出来？我哪知道，都是你乱出馊主意。当初我就跟你说，此事太过凶险，做不得。你非说不打紧，没人会知道。那现在好了，娘，您先别急，也许是父亲的同僚或者友人想要欣赏欣赏这幅画，父亲碍于情面才答应的。这些人当中，能有几个人认得出来这是不是皇上的亲笔？依我看，这真画和假画也没什么两样。说的轻巧，要是真没区别，之前我拿去当铺，那掌柜怎能一眼就看出来不对了？那就算被人看出这画有问题，他们也不会当着众人的面拆穿的。父亲可是宰相啊，他们巴结还来不及呢，怎么会当众说这画是假的？而且这真画在崔家是众所周知的事实，不会有人乱说的。唉，但愿如此了。我这心里呀，慌得很。这事情一旦败露，我们就彻底完了。父亲要那幅画是做何事啊？皇上一时兴起，让我拿回宫中来瞧瞧。是皇上要看的。难不成要收回赏赐？难不成是你在朝堂犯了什么忌讳？怎么会？儿子行事向来谨小慎微，母亲您是知道的，切莫担心啊。这说不定啊，是皇上近日又要作画，要拿旧日的墨宝参考一二，别担心。那就好。画拿回来了，给我吧。磨叽什么呀？老爷，这幅画可有什么不妥吗？我检查了一下，没有任何污损的地方，并无大碍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柳夫人掌家向来周到，自是没什么问题。但明日皇上看到咱们崔家将这幅画保存得如此周全，自然会很欣慰。皇上，柳氏，你现在是当家主母了，何该端庄一些？总是一惊一乍的，有失体统。老爷，你是要拿这幅画给皇上？是啊，当然是皇上要看，不然我为什么这么着急让你找出来？完了完了！柳氏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什么完了？你把话给我说清楚。母亲问你话呢，还不速速回答？你说到底怎么回事？难不成画室有什么问题？快说呀！你们都哑巴了吗？父亲，这画
这画是伪造，这画不是皇上的真迹。什么？这画是伪造的？真的呀？真的去哪里了？啊！你快说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吞吞吐吐的？这御赐我的真迹到底去哪儿了？真迹被拿去当铺卖了。什么？什么？当铺？竟然把御赐的画去当了！柳氏，你怎么敢？你失心疯了吧？老爷，母亲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是清远侯府提出，如果想要让星儿嫁过去，就得凑足5000两的价礼。可是这么多的现银，我实在是凑不出来。为了让星儿嫁过去，我才……母亲！你混蛋！那可是御赐之物，这你也敢变卖啊！你拿皇上兴师问罪，这是抄家灭族的大罪呀！你是要害了我崔家满门吗？妾身这么做也是为了星儿啊！这幅画在库房这么多年都无人问津，我也没想到皇上会临时起意想要看它。糟了，是不是你卖画的事情被皇上知晓了？皇上这才追究问责。走吧。应该不会，此事我们做得极其隐蔽，当铺的人也保证过，绝不会将此事宣扬出去的。快，现在立刻去当铺，把画给我赎回来。要是被别人买走了，那就完了。好，我这就拿银票去赎画。且慢，崔文洛，你又要干嘛？柳夫人去当铺的时候，光是带上5000两怕是不够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没当过东西吗？当出去的东西，若是想赎回来，是要加码的。你若是想原价买回它，也要问问店家答不答应。老爷，你去公账上把家中所有现银都带上，若是不够，就带上房契、地契，无论付出何等代价，都要把御赐的画给我买回来。去呀！慢着，切记秘密行事，不可声张，万不能将消息泄露出去，知道吗？好，我知道了。快去！哎呀！哎呦，母亲，没事吧？掌柜的，我前几天卖给你的那幅画呢？我要把它赎回来，快！是您呀，夫人，那幅画您不是已经当了吗？已经有贵客预定了。我马上就准备把它送出去。然后现在说小人不能再把画送了。不行啊，这不能给别人。这是5000两，一文不少，快把画还给我。夫人，小人打开门做生意也是为了挣钱，那贵人出的可远不止这5000两。放肆！夫君可是相公，你得罪了崔家，有你后果自持。哎呀，夫人，您有所不知啊，那位贵人也是权贵，小的不敢开嘴呀。什么？倒是比崔家还要显赫的门第。那他出多少价钱？我愿出同价。啊，对方愿意出1万两。什么？真是危言耸听！你该不会是落地起价，故意蒙骗我吧？夫人，您这说的哪话呀？您是相国夫人，我小的不敢。对方真的愿意出1万两。夫人要是不信，我回头把那字画卖了，把那银票给夫人过目。这里还有几张地契和房契，都是地段优渥，只要你把画给我，这些我也一并都给你。等，
就算是为了夫人您，我去得罪那位贵人。啊，夫人稍等，我这就把话拿回来。夫人，请您过目。对了，切记，此事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要是泄露出去，我叫你好看。哎，夫人放心，夫人放心，慢走。殿下，崔家的东西都在这里了。正如殿下所言，崔家为了拿回那幅画，已经不计一切代价。做得不错。崔家底蕴不深，这些东西怕是动了崔家的根基。可偏偏我们又拿了一幅假字画给他，小的怕崔家不会善罢甘休啊。放心吧，崔少自身难保，柳氏更是自寻死路，没有人敢动。是，殿下。这些都是柳氏为了赎回那幅画给当铺的。没错，现在都是你的了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不好意思，那我收回去了。哎，要，有钱不赚，王八蛋！三哥，我先回去了。三哥。锦绣，我让你查的事情，查的怎么样了？奴婢按照小姐的吩咐，四处找走街串巷的乞丐打听，已然知道千机阁在京城的驻点在何处。传闻千机阁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但要找他们办事，需要富足酬劳。这里是5000两，全部给千机阁。我要他们在1个月之内找到神医的下落。我怀疑能解毒的人就是当年下毒的人。三哥是在12岁那年中毒的，当时宫中的太医嫌疑很大，是否有人告老还乡，或是被革职查办？他们此时又在何处？我想这5000两能让千机阁给我们一个答案了。是。小姐为了殿下一掷千金，若是殿下知道，他的命我真执重执，千金不换。待他解了毒，我报了仇，我便与他共结连理，相守白头。皇上，当年您赐给崔家的松柏鹤寿图在此，请您过目。打开。崔相，你当朕老眼昏花，朕连自己的话都认不出来了吗？皇上这是何意啊？老臣愚钝，还请皇上明示。玉存墨宝，你们崔家私下拿出去贩卖啊？还拿一副假的来糊弄朕？崔相，你让朕也太失望了。皇上，老臣岂敢？这些年我崔家将此画细心保管，由内子保管。定是老臣家中生出内贼，偷天换日的，老臣真的不知情啊！你给我滚出去！好好问问你的夫人，到底是怎么长家的？如不扫何以扫天下啊？连个小小的崔府都治理不好，朕看这丞相啊，快是要做到头了。皇上恕罪，老臣这就回去
将来龙去脉查清楚，一定给皇上一个交代。滚！是。怎么样？皇上没说什么吧？贱人，简直就是丧门星！是要害死我崔家吗？啊！5000两，还有那么多的房产田产，竟换回来的还是一副赝品！这不可能啊！真记在皇上手上。皇上今日问我，连一个小小的府邸都管束不力，又有什么资格统管百官？这一切都是拜你所赐。要是何氏在，以他的才华学识，又怎能做出此等荒谬的事啊？当初他突然暴毙，死后又被人下了锁魂阵，定是你这贱人所为！不是我！来人，上家法！我狠狠地打，打到他承认为止！不，老爷，不！老爷！我知道错了。祖母，父亲，阿洛，你说的对，定是这贱人害了你母亲。从今日起到你出嫁前，由你来掌家，再不能让他祸害崔家了。父亲可还记得徐道长说的话？道长说什么？杀害母亲的真凶需在祠堂跪满749日，否则怨气不消，家破人亡。这柳氏只跪了1、2日，便敷衍了事。看来今后崔家还有大患。竟有此事！快把这毒妇押到祠堂，让她磕头忏悔！不要！锦绣，奴婢在，把人带走。是。崔文洛，你要干什么？崔文洛，你放开我母亲！崔文洛！我的母亲出生于高门望族，博闻广识，人善慈悲。即使是你的出现，夺走了父亲所有的偏爱，他也从不曾增援，反而善意接纳你。可你却联合你的手下，传播他子嗣凋敝，不配其位，让他郁郁寡欢，卧病在床，又勾结大夫在他的药里下毒，日复一日的拖垮他的身体，将他害死。害死他还不够，你又故意给他的女儿安上了灾星的头衔，放逐出府，而后你又伙同你的女儿，将他的女儿蹉跎致死，夺走他们的一切。我没有。柳氏，你的罪状罄竹难书。今日我崔文洛便替天行道，以你之命慰藉我母亲，在天之灵。
你的女儿给你报仇了。是吗？你放心，就算是死，你也一定死在我前面。现在是你赢，下一个，你猜是谁？你疯了！不疯魔，不成魂，以公理和正义心来。你是仇人的心。柳氏之死不发丧，不出殡，对外就说他是畏罪自尽。如此，你也能给天价一个交代，不至于再被问罪。是。星儿和清远侯府的婚事，你亲自出面，不论用什么手段，务必敲定。他生母出了这等丑事，再不嫁侯府，没有哪户人家会要她了。婚事嘛，一切从简，不用管丧期，越快越好。都听母亲的。阿洛，我知你母亲临终前给你留了一笔嫁妆，祖母希望你拿出一半，分给你的妹妹，当做陪嫁。您说什么？府里为了那幅画，搭进去不少房产地契。你还有2个弟弟，日后也要结婚生子，崔家的家业要留给他们，不能再动。若星儿无财帛傍身，去了侯府，他是无法立足的呀。我知你记恨他们母女，但柳氏，你不该死，你却杀了他。于情于理，都该给星儿一些补偿。他们母女也是可怜人。他们可怜，我母亲就不可怜吗？柳氏不该死，我母亲就该死吗？祖母，我看您是老糊涂了吧？放肆！你，祖母与其在这里苛责我，不如好好想想，怎么让清远侯府同意崔星儿进门吧。这么好的亲事，可千万别错过。想什么呢？这么出神。三哥，给你的。这味道跟我在南方吃的一样。京城也有相似的铺子吗？是我专人派人从南方采买。这么折腾，还说不喜欢我？为了这一包唐大费周章，分明是爱惨我了。你想多了，是我爱吃，买多了怕浪费而已。好，是我自作多情。对了，李木泽和你妹妹的亲事基本上定了。怎么说？李木泽的庶弟同人打架，将人捅死，案子压在刑部。你父亲已死，向清远侯府施压，若两家结亲，案子能撤。清远侯府答应了。2个人的亲事定在下个月初办。死的是什么人？是一个从青州来京城读书的学子，家境清贫，平日里靠卖字画谋生。权臣世家狼狈为奸，手指轻轻一抬，就能碾碎一个普通人的一生。他们还有天理吗？阿洛，你的仇人也包括你的父亲吗？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个梦吗？当然。梦里我被侯府虐打，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也曾向崔家求援过。我想请父亲出面助我和理，然后呢？可他拒绝了。崔少说：“夫者为天，天固不可逃，夫固不可逆。”
他通知我离经叛道，有辱门楣，要我乖顺服从，并亲自将我送回了侯府，还勒令人对我严加看管。于是我直到死都没能再逃出侯府。三哥，我无法不恨他，他亦是杀了我的凶手。按照我朝律法，子不弑父，弑父者判处斩刑，所以我不会杀他。但我信天理昭彰，报应不爽。崔府跟清远侯府缔结亲事，我这个做姐姐的虽给不了崔馨儿什么嫁妆，但我却想给前未婚夫李慕泽送份大礼。他送太配，我还没说是什么呢，你这就吃醋了？我才没吃醋，我是怕你脑子坏了，做出什么糊涂事儿。比如，我想让他断子绝孙。你说什么？李慕泽是侯府世子，也是清远侯府唯一的嫡子。他若有子嗣，爵位总能世袭。可他们身居高位，却欺压百姓，德不配位。我偏要他从此断子绝孙，要清远侯府从此朝不保夕。早说嘛！三哥的手下个个武功高强，这份礼物应该能把我送出去吧？管够！崔大小姐，你在吗？奇怪，明明是崔文洛传话让我过来，却不见他人影。崔大小姐，莫不是你害羞不敢出来见我，还是说你觉得我跟你妹妹是有什么误会，所以才不肯见我？若是你改变主意，我愿意跟家里说明，不娶崔馨儿，改为娶你，可好？狗东西，跟我主子抢女人，打死你！你是什么人？放开我！大夫，疼得厉害，可有方子呀？疼痛尚可缓解，但有件事，小人得让世子知道。快说吧。世子您以后恐怕无法人道，想要子嗣是不可能了。你在说什么？这不可能！一定是你这个庸医误诊、误判。小人所言句句属实，就算是大罗神仙下凡，也难治世子的病症。世子若日后想要延续香火，可以从旁支再过继个孩子。滚！你个庸医，你给我滚！慢点儿，搬的时候千万仔细点，别磕着碰着了。去吧去吧。妹妹，这是在准备嫁妆吗？我听闻祖母先前本想在陪嫁礼中匀出一些给你，可谁知清点的时候却发现柳氏流动店卖了他老人家不少东西。祖母一气之下，把库房的锁都换了，就再也不肯给你任何贵重物品。依我看，你这箱子杂七杂八的加起来，也不值几个钱吧。崔文洛，你得意什么呀？我嫁妆再少，那我未来的夫君也是清远侯府的世子。等我成了世子夫人，再有了子嗣，就能袭爵，什么享百年。而你啊，永远都会被我踩在脚下。恭喜恭喜，那我拭目以待。崔馨儿，你以为清远侯府是什么好地方？贪婪刻薄的婆母，不能人道的夫君，还有一个好色荒唐的庶弟，你的好日子到头。哼！婆母，儿媳今日刚进门，侯府不操办婚礼就算了，你怎么还动手打儿媳啊？你还好意思说？
当初2家一签的时候，是你母亲亲口允诺要给你准备5000两银子作为嫁妆。嫁妆呢？你带来的都是些什么东西？想用一箱子破烂货就换一个世子夫人的位置，崔家真是好盘算的。之前如果不是婆婆你咄咄逼人，非要那5000两，我母亲也不会犯下错事，因此惨死。如今银子没了，人也没了，你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同为崔家的女儿，你长姐富贵傍身，而你却如此寒酸。果然，不同娘养，名门望族的大家闺秀，岂能是那搔首弄姿的姨娘能比的？婆母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母亲？你可心当口德吧！第1日进门的心腹，就敢如此顶撞婆母。既然你不懂什么是规矩，那我便让府里的下人好好教教你什么叫规矩。你在此看着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起来。是。跪好！今早我也送了李木子一份大礼。你又送我什么？我将他绝子无嗣的消息透露给了他庶弟。你这是想让他们兄弟反目？我朝袭爵制度森严，若嫡子无直系子嗣，便失去了袭爵的先天条件，可由家中庶子按照长幼秩序继承。侯夫人只有李木泽一个儿子，若确定无后，便失去了袭爵的资格。平日里李木泽和他的庶弟关系并不融洽，这一次他的庶弟有资格踩在嫡兄长的头上，还有岂会放过？三哥，没想到你是黑心芝麻丸啊！你儿坏！我这是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被你带坏了。在你的梦里，他们这么欺负你，我又岂能这么轻易放过他们？成亲当天就罚我跪2个时辰，这清远侯府真是太过分了。父亲，你终于回来了，仙儿都等你好久了。我跟你说，今日婆母当着下人的面为难我，还打了我1巴掌，实在太过分了。娘教训你，那是天经地义。你要是不满，不如自请下堂滚回你的崔府去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以后不说就是了。夫君，今日是我们的新婚之夜，我替你宽衣吧，我们好好温习。行了，什么洞房花烛夜，我没那个兴趣。大哥，李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大哥，今日可是你跟嫂子的大喜之日，你不进去跟嫂子睡觉，这是要出去啊？我做什么，还轮不到你一个庶子指手画脚。这里是我的院子，你却在这里侧耳旁听，你还有没有规矩？大哥，之前就有人给我说过，你不行，这我还不能确定。现在看来，那人倒是没骗我。你说什么？大哥，你就承认吧，你被人给打坏了，已经不能给侯府传宗接代了。与其放任这么美的嫂子独守空房，你不如把她让给我呀。哎，你说，要是父亲和皇上知道你已经绝嗣了，这清远侯府的世子能让你做吗？你在胡说什么？我行得很，怎么可能绝嗣？大哥，这子嗣可骗不了人啊！你说这1年2年的，你还能搪塞遮掩？那3年5年呢？你能遮掩得过去吗？我若是你，就趁早让位，别占着茅坑不拉屎。你给我滚！要是再敢胡说八道，割了你的舌头！夫君，那个李楚明说的到底是？
这件事情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，特别是父亲和母亲。可是今天婆婆还训诫我，让我早日为你诞下子嗣，最好是再多生几个儿子。如果我迟迟不能有孕，她定会责罚我的。李楚明有句话说的没错，要是3、5年才能怀上孩子，事情就瞒不住。唯有让崔心儿尽快有孕，才能逐外人的嘴。夫君，这么看着我干什么？阿南，世子，从今日起，你每3日与少夫人同房，直至她怀有身孕。这怎么可以？她一个下人，她怎么能染指我？我娘的脾气你是知道的，要是她动了，不知道是怪罪你，还是怪罪我。好了，心儿，只要你乖乖听话，你就还是能好好做你的少夫人，这样对你对我都好。祖母，父亲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呐？今日是你回门，怎么世子没跟你回来？啊，夫君，他另有要事要处理，抽不开身。坐吧。嫁去侯府，一切可还安好？好，孙女好得很。祖母您不知道，婆母啊对我非常的满意，夫君更是对我体贴入微，还说以后都不打算纳妾了，从今以后都只有我一个正头夫人呢。哦，世子还有这般深情，着实让人意外呀。可不是嘛，祖母，您是知道的，从小到大，孙女都是一个有福气的人。唉，可不像某些人，就是个灾星，走到哪儿都一身的晦气。既如此，跟世子好好相处，早日为他诞下子嗣，不辜负他对你的情谊。有了孩子，你也能在侯府站稳脚跟了。祖母您放心，孙女啊一定会尽早有孕的。今日一早，婆母还特地命人给我送来了滋补的汤品呢，让我好好保养身体。甚好。那妹妹可要好好滋补，不要辜负了侯夫人一片心意。我看您那婆母好像不是很好相处的样子，若是太久没怀孕啊，她怕是要找你麻烦。您放心，我呀很快就要有好消息了，我的儿子以后可是要袭爵的。好，崔心儿肯这么放大话，难道是有恃无恐？这件事定有蹊跷。进。三哥，清远侯府的事，我已经派人去查了。怎么说？说说吧，都查到什么了？崔大小姐，昨天属下带人去夜访侯府，发现李木泽的院子里一到晚上就不让下人伺候，只留一个小厮在身旁。崔心儿是女子，身边应当由婢女照顾才行，只有一个小厮，行动多有不便。是，属下也觉得蹊跷，所以就多留了一会儿，看到了难以置信的画面。快说快说！啊，就寝的时候，那个小厮进了崔心儿的婚房里面，但是世子李木泽进了隔壁的屋子里。你是说同崔心儿圆房的人不是李木泽，是李木泽身边的小厮？是。李木泽默许了他们这样做，还主动给他们腾位置。他应该不是默许，而是主导这件事。一旦崔心儿有孕，他不能人道的事，即便被外人听到，也会觉得是胡诌。哪怕这个孩子不是他的血脉，也占了侯府嫡孙的身份，袭爵一事就轮不到他的庶弟，或者是其他的旁支兄弟子侄。待到事成之后，再将小厮杀掉，这件事便会被满目天意。难怪崔心儿连这么荒唐的做法都能答应。为了保全世子跟世子夫人的身份，
这对狗男女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。你这又是在打什么鬼主意？像我这样正义凛然的大善人，怎么可能眼睁睁的看着心怀不轨的人恶意混淆侯府的血脉呢？滋事体大，我当然得好好的提醒提醒侯夫人才行。老夫人，崔家大小姐有要事想要见您。崔家大小姐崔文洛？是。这么晚了，她来干什么？进来吧。侯夫人，崔大小姐这么晚亲自登门，不知有何贵干呢？实不相瞒，是我今日得知了一件事，心中不安，不吐不快。什么事？侯夫人还是把周围的手下隐退了好，不然这事让外人知道了，恐对侯府不利。难道你要说的事情是与我侯府有关？我身边的丫鬟都是我的心腹，你但说无妨。那我要是说了，侯夫人，你可千万做稳，不要被吓到了。我操持侯府多年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，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还能让我失了态？我妹妹刚回门，我亲耳听到她跟她身边的婢女偷偷说，世子他中看不中用，他一点也不喜欢，反而是世子身边那个小厮孔武有力，深得他心，他俩已有私情，简直一派胡言。他们俩刚刚成婚，正是蜜里调油的时候，他怎么可能看得上一个下人？我也不相信呀。可是他话里话外把那小厮夸的天上有地下无的，还说他会趁世子喝醉快睡着的时候偷偷去找小厮约会。哦，没准他现在这个时辰正在跟小厮幽会。我怎么知道你不是诓骗我？她是崔家二小姐，做了这等丑事，我遮掩还来不及，怎么会主动前来告知？实在是不耻这等行径，也不愿世子和侯夫人你们被愚弄，心中不安，才忍不住前来告知。崔大小姐，你先回吧。是。来人，陪我去世子院子里看看，我倒要看看这个崔心儿到底有没有背叛我儿。是。夫人，世子院内无人看守，连个丫鬟都没有。如此反常，难道真的像那个崔文洛说的那样？夫人，房间有动静，要奴婢去通报一声。什么时候了，还通报什么？把门给我踹开！万一世子和少夫人在里面闹了个误会，奴婢怕世子责怪。我是他娘，他怪什么怪？就是要怪，也该去怪崔文洛。闪开！今夜以后，无论此事的因是什么，崔心儿都别想好过。没有以后，我已经让崔心儿活得够呛。夫人，饶命啊！夫人，你们竟敢暗中勾结，贿赂侯府！来人，把这奸妇淫妇给我拖出去，陈堂处死！不行，你不能杀我，这都是你儿子所使的。你个贱人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敢狡辩？你把世子交出来，你当面问他呀！世子呢？世子呢？娘，你怎么来了？夫人，世子是从旁边的屋子里出来的，定是这二人为了苟合迷晕了世子。你看看你娶回来的媳妇儿，竟与你身边的小厮搞在一起，他们这样对你，那简直是丧尽天良啊！世子爷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我都是凭你的命令行事，世子爷。一派胡言！我儿怎会做出如此糊涂之事？无子，事到如今你还不说吗？娘，你能不能先让他们出去？出去？出什么出？他们两个做出这样的丑事，难不成我还要给他们留面子不成？娘，前些日子我让人打坏了身子，
可能以后再无此事。什么？怎么会？娘，说真的，如果我膝下无子，李楚明那个王八蛋肯定会虎视眈眈，二坊三坊会扑上来相争，让阿南跟心儿圆房，也是无奈之举啊。那可这样一来，他怀的就不是你的孩子，就不是李家的骨肉啊！只要能保住世子之位，那又何妨？你疯了吗？这件事情若是传出去，那就不是老人笑柄的家事这么简单了。西决乃是国事，只有皇上和礼部承认方才奏效啊！这若是皇上知道，你好几个脑袋够砍的。那您还有其他法子吗？你先回房去，回房去，走！来人，把阿南给我关进柴房！夫人饶命！夫人饶命啊！饶命啊！至于崔希儿，先把她给我锁在房间，不准她出去。待我想到对策，我再来处置她。是。不行，不行！你们不能这么对我！开门！放我出去！开门！混蛋！混蛋！混蛋！是你，崔文洛，你怎么会来清远侯府？很意外吗？我对这里可比你熟悉多了。什么意思？这间屋子里的陈年旧事，还是跟我记忆中的一模一样。他们还是老样子，动不动就喜欢给人关在屋里，再上一把锁。想逃走，简直比登天都难。到底在说什么呀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？你跟李慕泽瞒得密不透风，侯夫人是怎么知道你在此跟外人苟且？是怎么知道的？因为这件事情就是我告诉的侯夫人，我的蠢妹妹。是你！你的好夫君被人打断了命根子，也是我送你的新婚之礼，你喜欢吗？崔文洛，崔文洛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话还没说完呢。在我母亲后院的那些白骨，也是我找人亲手去买。还有李慕泽在春日宴上的那幅画像，也是我找人故意栽赃。至于皇上给崔家的那幅松柏鹤寿图，你不会当真以为市面上有人敢随意买卖皇上的墓宝吧？那也是你设计的。是啊，崔府的地契房契，如今多数都在我的手上。崔少跟柳氏汲汲营营半辈子，竟如此不堪一击，你不觉得可笑吗？我母亲也是被你杀死的，这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人？你简直比鬼还可怕！那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地狱里爬上来的鬼呢？跟你开个玩笑，你怎么还当真了？我记得你胆子不是挺大的吗？毕竟前世的你脏事坏事一件也没少干。什么前世啊？你不需要知道为什么，因为不论你记不记得，结果都不会有任何改变。你别过来！你被侯府当场抓紧，你不受耻辱，选择自尽。我这个做姐姐的刻意前来，
送你最后一程。在说什么？我什么时候不看手术上就自尽了？今夜此时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我为什么动不了了？点了你的马血，崔二小姐，下辈子投胎记得做个好人。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，姐姐，放过我，我错了，姐姐。我错了，姐姐不要，我知道错了，姐姐你放过我，我以后再也不。如此说来，除了让薛馨儿尽快怀孕，真就没有别的法子可以收场了。娘，你放心，让馨儿怀上身孕，我就派人杀了阿南，此事应该是最有解了。待会儿你就把崔馨儿给放出来，同她讲清楚利弊。崔馨儿不会再来了。崔大小姐竟还在我侯府未回去，今夜清远侯府这么热闹，我岂能错过？你竟然还敢！上次你约我出去，途中暗算我，这笔账还没跟你算呢。世子是不是误会什么？我与你素不相识，怎会单独约你？你搞错了吧？不过眼下，我的确有件事情要跟清远侯府算。我的妹妹崔馨儿被你们侯府戕害，悬梁自尽了。侯府是不是应该给我们崔家一个交代？你说什么？崔馨儿死了？夫人，世子，不好了，少夫人她自缢身亡了。娘，她怎么会死呢？娘，现在怎么办？她是与人同奸而死的，与我侯府有何干？侯夫人，我还在这儿呢，你竟敢当着我面睁眼说瞎话吗？我的妹妹崔馨儿就是被你们给逼死的。你的儿子不能人道，你就强迫他与小厮苟合。事情败露之后，你们却翻脸不认人，活活逼死了清远侯府，丧尽天良。殿下，崔大小姐简直就是我现在最敬佩的人。你看啊，人是他杀的，现在责任还推得干干净净，侯府还得背锅。怎么能说是背锅呢？明明是他们欠的。行，您说的都对。崔大小姐，今日的祸端难道不是你带来的吗？到底还想怎样？我来探望我的妹妹，竟被你们说成是祸端。那好，我现在就回去告诉我父亲，定与你们侯府不死不休。你走。是。三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回崔大小姐，殿下是担心您刚报完仇，心理压力大，他不放心。但我觉得这种担心纯属多余。怎么会多余呢？三哥对我的关心就像涓涓暖流，融化了我冰冷寂寞的心。又在胡说。那我刚刚杀了人嘛，心里还是很怕的。我不管，你今天晚上多陪陪我，等我睡着了你再走。哎呀，好不好嘛？真拿你没办法。这崔文洛还没回来，尚未出阁的女子成日乱跑，真是没规矩。阿洛野性难驯，若是不加以约束，日后恐酿大祸。是啊，祖母和父亲与其关心我，不如先关心关心妹妹的死活吧。什么意思呀？崔馨儿她
悬梁自尽了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他好端端的怎么会死？我刚从清远侯府回来，亲眼所见，还能有假？是侯府的世子跟侯夫人逼死的。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，父亲，清远侯府如此作为，惨绝人寰。我虽不喜欢崔心怡，但也见不得她被人这般欺负。您可要替她伸冤啊！母亲，儿子以为此事不宜声张，您觉？就算是世子教唆，同意与下人通奸，实在是有失体统。事情传出去，外人会笑我们崔府行事出格，没有教养。是。那可否将崔心儿尸体带回来？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她的后事就让侯府去办吧。你的女儿被人害死，你身为一朝宰相，却不报仇不收尸，甚至不问。人已经死了，追究下去，除了辱没门楣、落人话柄，别无他用。这个时候，只有保全清白名声才是要紧。我有的时候真的不明白，你们根本就不爱自己的子女，可是为何又这么热衷于繁衍子嗣呢？你们的嘴里，我早就已经领教过，已经习以为常。也不知这本就根基不深的崔府，人丁凋敝，摇摇欲坠，会不会有那么一天，轰的一下，就变成一片废墟呢？孽障！你胡说什么？时辰不早了，我就不在此陪你演父慈子孝了，告辞，父亲。三哥，怎么了？我在想崔心儿，当然不是后悔杀他，他对我的所作所为，我把他千刀万剐100遍都不会手软。我在想，不管是我还是他，一条命，在父亲跟祖母的心里都没有名声重要。若真爱惜自己的羽毛，为什么轮到自己的时候，就徇私枉法、草菅人命了呢？他定是不会如你所愿，去找清远侯府的麻烦。无妨，不管是清远侯府还是崔家，有一个算一个，我都不会让他们好过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。什么事？你的毒，我找到破解之法了。你说什么？贼传闻讯，见过陈王殿下。文太医，本王记得你当初在太医院当时，后因上了年纪告老还乡了。我从一开始就怀疑是太医院的人下的毒，所以让千机阁重点排查那些年离开京城的太医。此人终于找到了。文太医，不查不知道，你竟然是湘南族人。湘南人最擅长用毒，特别是蛊毒。陈王这些年体内的毒寻遍了名医，也无人知晓是什么毒，可见他的出处如此的刁钻特别。没想到，时隔8年，老臣还是被找到了。不错，殿下体内的毒，是老臣当初奉宫中贤贵妃之命，在殿下茶水里下的。贤贵妃，本王与她无仇无怨，况且贤贵妃只有六皇子一个儿子，以六弟的资质是当不成太子的。她为何要害我？这就要从殿下和六皇子幼时说起。殿下自小聪慧，是所有皇子中才学最为出众的，也是最受陛下疼爱的儿子。而六皇子就恰恰相反，是受到责骂最多的那个。久而久之，贤贵妃心里就产生了憎恨，便以老臣妻儿的性命要挟，
给您下了一种叫金丝绕的蛊毒，蛊虫在殿下体内渐渐生长，毒性也慢慢的增强，身体再强壮的人也难以撑过10年呐。你既是下毒之人，一定有解法。你若能救成王的命，我们饶你不死。虽有解法，但极为凶险。老臣也是在族中长老留下的典籍中看到过，并未实操过。起来说吧。谢殿下。蛊虫难以直接取出，若蛊毒初期，蛊虫尚未成形，可以直接服用草药将其杀死。但8年过去了，殿下体内的蛊虫早已不是寻常的药物就可以杀的了。若能让另一只蛊也进入殿下的体内，两蛊相争，必有一死一伤。届时再服用药物，就能将其弄死了。成王体内的蛊已长达8年，你再下另一只，又该如何追赶这8年的时间呢？我欲给王爷下的另一只蛊，名叫金蚕蛊，它一日生长进程，就能赶得上金丝绕1年的进程，并且此蛊好斗，不死不休。如果运气好的话，说不定2只蛊能同归于尽。那你说的解法极其凶险是什么意思啊？殿下被金丝绕折磨了8年，身体早已亏空，若两蛊在体内缠斗，这个过程他未必能承受得起。古籍上说，此前有人用过此法，高烧不退，肺腑剧痛，直接身死。既然有办法，那就试试看吧。三哥，温太医是你持重金，费尽千辛万苦找到的，我也跟你一样，不想留有遗憾。岂看命运会不会眷顾我这一次？殿下，请吧。接下来几日，金蚕蛊会自行生长，待到他觉得时机成熟，就会去找金丝绕的麻烦。一旦两蛊相遇，殿下需要承受的痛苦难以预计啊！退下吧。这几日你先回去吧。不行，我要陪着你。崔文洛，如果我不幸身亡，你要记着，我霍玄从始至终就是一个冷心冷情的人，不值得你托付终身。我也从始至终没有爱过。如果上天有心让我解了毒，长久的活下去，余下的话，我再慢慢说给你听。你当然要说给我听，无论上天入地，我绝不会放过你。无论你在哪里，我都会与你纠缠不休。魏南，属下在。送崔大小姐回去。是，崔大小姐，请吧。听话，就当是为了让我安心。我先来，送我一个，我也来，我也来，我先来，还有我，按这儿就可以了吧？我愿意作证，我也加入。等这一天等好久。一起来，惩罚，一起。这些天我一直在搜罗李楚明杀人的罪证，崔少受一刑不包庇元凶，有目共睹。待来日正宫成堂，必有回响。
给我出去！出去！小姐，你的脸色怎么这么差？昨天是没睡好吗？昨夜做了个噩梦。今天是第几日了？自殿下服下金蚕蛊，已经是整整第10日了。他连院子都不让我进，也不知道如今情况如何。殿下吉人自有天相，一定会没事的。若上天有神明，能听到信女的祈祷，信女愿有一半的寿命换或许平安健康。若是有神明，刚才你的话一定不会作数。童言无忌，不可当真。三哥，三哥，你的身体已然好了。文太医替我诊断过，蛊虫已死，剩下的蛊毒慢慢清除便好。往后细心调养，便可康复。太好了。抱歉，陈王殿下，刚才是小女子失礼。你可是天皇贵胄，而我只是一介罪臣之女，根本配不上你啊！再说了，你根本就不喜欢我，之前都是我自作多情，今后我一定会循规蹈矩，懂得分寸。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以前我说不喜欢你，字字句句都是假话。我知道呀，你当我是亲妹妹嘛？你对我只是兄妹之情，并无男女之意，我以后绝对不会忘记。好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你要打要骂，悉听尊便。我会选保证，此生只爱你一人，也只想娶你一人。阿洛，嫁给我好不好？不好。回答错误，重新回答。老不正经，为老不尊。哪里老了呀？我才比你大了3岁而已。不管，就是老，糟老头子一个，一肚子坏水。上次分开前还说什么我霍玄从始至终都是一个冷心冷情、忘恩负义的人，还说从来没有爱过我，一天到晚就知道装货。好，好，好，我就是一个大装货，那就罚我以后唯崔文洛的话言听计从，说一不二，好不好？这还差不多。崔文洛，那我再问你一遍，嫁给我好，就算死亡也不能将我们分开。三哥，宣陈王崔文洛觐见。儿臣参见父皇。本王，你大病初愈，不必多礼，快平身吧。崔文洛，你也平身吧。谢皇上。陈王说你有要事要见朕，说吧，所谓何事？臣女想要状告自己的父亲崔绍滥用职权，销毁卷宗，替清远侯府二公子李楚明掩盖罪行。这是一份陈情书，上面详细记载了案发时李楚明行凶的经过，
同行的人皆可作证。下面是一张来自京城学子们自发的请愿书，恳请皇上彻查崔少跟清远侯府的利益勾结，还天下学子们一个公道。臣女还翻阅了崔少的来往信件，他包庇的案件远远不止这一个。清远侯府上下更是蛇鼠一窝，目无王法。臣女以为这样的人家没有资格袭爵。崔少可是你的亲生父亲，如果被他知道，你不怕他记恨于你吗？我的母亲出生于建江何氏，外祖父曾说，官之事民如土芥，则民事官如寇仇。崔少为官不仁，不配为相。臣你的身体流着何家的血，无法视而不见。好一句，官之事民如土芥，则民事官如寇仇。当年啊，你的外祖父曾给朕做过帝师，你的性子倒是跟他十分相像。好，朕今日就收了这请愿书，一定会彻查到底。多谢皇上。陈王，儿臣在。你为什么总是盯着崔文洛脸上看？他脸上有什么东西吗？父皇，儿臣今日也有一事相求。你又有何事？父皇，儿臣想娶崔文洛为妻，求父皇赐崔文洛为陈王。若崔少无罪，她是丞相之女，陈王妃她倒是做的。可如今崔少涉案，前途未定。若崔少获罪，你还要娶她吗？如果没有崔文洛，儿臣也就没有了求生的信念。无论她是高门贵女，还是平民百姓，只要她是崔文洛，儿臣便只想娶她为妻。好，朕知道了，你先退下吧。父皇，你还没答应儿臣呢。皇子娶亲乃是国之大事，岂能随随便便就应允你？可是，好了，殿下，崔大小姐，请吧。儿臣告退。过来，去把礼部尚书找来，让他着手册封陈王妃的圣旨。皇上，您答应殿下的请求了。陈王是朕好不容易才恢复康健的儿子呀，别说他要娶的是何氏之女崔文洛，就是他想娶一头猪，朕都要硬着头皮答应啊。是，快去快去。崔相，皇上下令彻查清远侯府一案，请您移步督察院接受调查。走吧。不敬父，有违伦常。崔文洛，自你进京，崔家就被你搞得天翻地覆。手里的刀，为何要一直对着崔家？我手里的刀，可以护我，亦可以替我劈出这高门大院的虚伪和枷锁，让我重获自由。祖母若觉得痛苦，不过是你们当年做的孽，铸成了寒光利剑，如今正中眉心。前尘旧恨昭雪，爱人得以重逢。从此海晏河清，盛世长宁。